最近網上流傳一句話，叫做“眾多網紅在大英博物館哭天抹淚，說沒有人能笑着走出來”。後來是南京博物館治癒了每一個愛哭的人。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南京博物館文物流失案已经在舆論漩涡中討論了2周多了，现在情況逐漸明朗。很多自媒體已經談了很多關於這起案件的各種信息澎湃的長文深度調查也被很多平台悄悄下架了。我今天就不重複講那些內容了，今天就想和大家談談3個非常令人好奇的問題：為什麼員工舉報那麼多年都沒有用？這些有名氣的字畫拍賣那麼容易被發現，他們幹了這麼多年這種事兒，他就不怕嗎？又是如何銷贓的？在中國文物界還有哪些類似的案件？先說說舉報人郭李典。市民舉報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福平盜竊故宮南迁文物。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职工郭李典，工號08006。他是1956年出生，1974年参加工作。2016年他从南京博物院退休，他的工号呢是08006。退休时候的职务是馆员。12月21日冬至這天，這位近70歲的老人呢，就在微信視頻號南博典藏人上實名舉報南京博物館前院長徐福平大規模盜竊、走私故宮南遷國寶文物。郭典禮的舉報內容非常的具體，他就指控徐福平在80年代任職的期間，未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毀了南京朝天宮庫房存放的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上抗戰時期的封條，取出了大量珍貴的文物。你想2000多箱這裡面得有多少國寶級的文物？這些文物总共大約有10萬多件，是當年故宮南遷的國寶。就說這徐福平他指使那個鑑定專家，將包括故宮文物館藏文件就鑑定為贗品，然後低價銷售給自己主管的這個江蘇省文物商店，再轉手倒賣給他的兒子徐湘江在上海開的這個文物拍賣公司，最後出售給法國商人和各地的文物販子，從中謀取暴利。但他這個舉報一直就沒用從2008年開始，郭李典等南博40多位職工就聯名舉報過多次。2008年，新華社的內參還刊登過這個徐福平腐敗材料，但是舉報材料提交到相關部門之後，全部石沉大海，不了了之。這個舉報信中，據說就提到了一個關鍵人物，是江蘇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韓建林。一個省的反貪局局長就有這麼大的權力嗎？你看這麼多職工聯名舉報，他就敢蓋過去把這事兒。所以說這背後應該不止他一個人，只不過是現在已知的是他，肯定有其他這個位置更高的人那郭典禮呢，在舉報材料中就說徐福平曾经将这个书畫贈送給韓建林說南京文博界呢有一位人士就透露說，徐福平、收藏家陸挺和韓建林，這3位都是好友關係。韓建林呢也非常熱愛藝術收藏，而韓建林早在2004年已經落馬了，他是全國第一個出事的省級反貪局長。2010年，郭李典他就再次舉報，仍然沒有這個有效的反饋。2014年呢，又有一封舉報信，內容就反映說這個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福平這個貪污受賄的問題。直到2022年，郭李典還在向多部門舉報這件事兒。他對媒體說：“他說我如果誣陷他，我就承擔法律責任。”你看，非常的有把握。那舉報這麼多年，為什麼就無效第一個原因呢，肯定就是保護傘大家都懂。據郭李典說，徐福平是通過行賄高層，利用這個保護傘的勢力來壓制調查。用郭李典的話說，這個行賄對象太多，背後勢力過於龐大。第二個原因就是雙重身份的掩護。1997年，徐福平他既是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長，同時又兼任了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那這家文物商店就位於南博的院內，它既是文物流出的這種批准者，又是文物商店的一把手。你看，這種身份就讓他监守自盜了，就還是合法的完成從左手到右手的這種操作第3個原因就是這個證據鏈難以形成。就即便是江南春這樣證據確鑿的這個案子，江南春這個事兒大家都知道這幾天媒體鋪天蓋地都是關於這幅畫的，那調查起來也是挺困難的。南博提供的2001年的這個發票顯示
說這個仿球形山水卷被顧客以6800元购買，其實就是这个真品江南春。但这个顾客是谁？经過澎湃新聞的深度調查，就發現這個江南春的流轉路徑是1997年從南博撥交給了文物商店，然後陸挺很快就有16萬買走了啊，不是發票上的這個6800元。後來這個陸挺呢，又因為缺錢，將畫就抵押給了南京的石竹齋，最後這個石竹齋以5000萬賣給了寧波商人朱光，然後再送了拍賣。這個鏈條中每一環都能找到合法的交易記錄，但是整個流程啊，明顯是一種精心設計的這麼一個路徑。那這個文物從6800元到8800萬中間的巨額利潤，最後去了哪裡啊？第4個原因啊，就非常現實，舉報人沒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啊。那郭禮典他只是一個典型的一個退休職工，他聲音太微弱了。直到今年，龐來臣的曾孫女龐淑令女士，這位捐贈人後人她站出來打官司，申請法院強制南博提供文物的流向。然後媒體澎湃新聞就開始深度調查報告，然後還有這個輿論發酵到無法忽視的這個程度。所以直到這個程度啊，國家文物局和政府才出面成立了調查組。那郭禮典舉報了17年啊，最終其實是借助了外力才推動了調查機器的啟動。這就說明，在一個有保護傘、有利益鏈條、證據又被刻意分散的這麼一個系統性的腐敗案件中，普通人的舉報啊是很難撼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對啊，賬號都給你說封就封了，你都沒有發聲的途徑。我想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哈，你說像江南春這樣的一個名畫，對吧？龐來臣收藏過，然後還有記錄記載，流傳有序，怎麼可能就會被輕易的拍賣呀？就是你說他們敢去拍賣，也真是膽子大啊！對呀，而且你想，畢竟是故宮這個博物院的這麼多館藏，所以他這其實是有一套流程的。你看這個跟蹤這個江南春這套流程下來哈，深度報道嘛，他挖掘了一下。第一步啊，就是鑑定造假。這個南博啊，就聲稱江南春等5幅畫在1961年到1964年2次被專家組鑑定為偽，但問題就緊接着來了。1961年的這專家組啊，就包括一些大家知名的大家，包括這個什麼謝志柳等等哈。那謝志柳的兒子謝定瑋後來又闢謠說，他父親啊1961年並沒有南京之行，也從未提及過這幅畫。然後謝志柳的那個年譜裡面也沒有任何的相關記錄。緊接着1964年這個專家組包括王敦化、許雲秋、徐子農等專家，但是許雲秋根本不是書畫鑑定專家呀，只是南博搞徵集工作的一個普通員工，所以說他看走了眼，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哈，我看走眼了嘛，我不承擔責任。然後龐淑令呢，在法庭上看到南博提交的這個鑑定材料，發現大部分打上了馬賽克，僅零星露出了球形江南圖甲這樣的一個字樣。至於這個專家從哪些方面依據什麼標準判定為假畫，記錄中沒有展現。這種鑑定明顯是為了文物流出制造一種合法的依據。第二步就是改頭換面。江南春從這個南博流出的時候，發票上寫的是仿球形山水卷6800元，但陸挺實際支付的是16萬啊，而且是在1997年文物撥交的第2天，就買走了，說明啊這就早有聯絡，否則的話誰呢消息那麼靈通啊？第1天弄過來，第2天就買走，是不是？那其他人都不知道這個畫流出來了，你就直接就到陸挺手裡了。這幅畫呢，它就恢復了它的真實身份，就是江南春這個圖卷價值連城的國寶啊。第3步就是時間的洗白。你看，從1997年流出到2025年才現身這個拍賣行，中間隔了28年啊。這28年裡面，那畫作在陸挺啊、石竹齋啊、朱光之間進行流轉，每一次交易都有發票啊、合同等等合法的文件。那時間越長，追溯可以說是越難。大家都可以說是我看走眼了，或者是我就喜歡吶，各種各樣的理由都可以給啊，是吧？而且這28年時間，他們也不敢上拍賣行就這種公開的，可能都是一些私下的這種交易。對，之前呢，在朱光之前，那不都是說比較私下的一種交易，大家都不知道嗎？就是因為他上了拍賣行，這次才知道了哈。所以等到這個畫作最終上拍的時候，已經有了完整的流轉記錄，都是好像是表面合法的。第4步就是個地域的轉移，這個文物啊從南京流出啊，也之後是又到了什麼上海、香港，然後再到國外鍍金，然後最後又回流拍賣。每一次這個跨境轉移都會增加這個追查的難度。
李春平案就是一個典型。承德的文物被盜之後啊，迅速就流向了北京的李春平，然後後面出現在什麼香港的佳士得拍賣會上。後來雖然及時被發現，但走私的路徑已經非常成熟了哈。這個後面我會詳細講，就那些其他的案件裡面就講這個李春平案。這位李春平就是我們之前熟知那位一位大慈善家，號稱啊是因為受到了一個好萊塢女明星的賞識啊，娶了這位的女明星，最後繼承了巨額的遺產，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啊。後面我繼續講。第5步就是這個市場洗白。這個文物啊進入拍賣市場之後啊，即便沒有成交，也會產生拍賣的記錄，這個記錄就可以作為文物合法身份的一個證明啊。更隱秘的操作就是假拍，就是自己人拍回來，建立拍賣的這麼一個檔案，等幾年之後再拿到更高級別的拍賣行去拍賣。那麼重複幾次之後，這文物就有了流傳有序的檔案。所以你看，結合這以上5點，你就看南博事件它被發現啊，是因為有3個偶然因素。第一啊，捐赠人的后人庞书令他是堅持追查提起訴訟。第二呢，就是江南春的名气太大，估價8800萬了，在拍賣會這個預展上太顯眼了。第三，澎湃新聞等媒體會持續深度的報道，引發了輿論關注啊，最後才引發了全國的關注，才走到了今天這一步。那你看其他的文物就沒有這個條件，所以現在其他的文物什麼情況你都不知道啊。你像那些2級的、3級的文物，或者雖然珍貴但不那麼出名的文物，流出之後就很難被發現。這個事兒出來之後，有網友就開始扒了啊，就發現啊，這個南博流出的其他的4件藏品，比如趙光甫的雙馬圖立軸，在2014年的上海拍出了230萬。松風蕭寺圖軸，2012年拍出了2300萬，也不少啊，這金額。對啊。王时敏这個仿北苑山水軸，2005年拍出了55萬。這些畫作上其實啊也都有這個龐來臣的獨特的印章，但在拍賣的時候，有誰會去核對這些印章是否與南博捐贈文物的這些印章一致呢？所以基本就不了了之了。文物銷贓啊，還有一個隱秘的途徑，就是通過藝術品來進行洗錢嘛。就不法分子啊，他低價買入了文物之後，然後炒作抬高價值，在不同的拍賣場合安排不同的人用高價去拍走，黑錢就以藝術投資的這個名義洗白了，或者是行贿呢，將這個文物啊就贈送或者低價賣給那個受贿方，受贿方呢就經過這個拍賣行再進行高價的拍賣啊，就是人家慧眼這個撿漏了啊，那行贿方自己就委託他人高價買走，完成利益的輸送。你看这個藝術品市場，它有非常獨特的特殊性，這個價值難以準確認定，現金交易又比較普遍，流動性還強，跨境也容易，就讓它成為了洗錢和腐敗的溫床啊。12月24日，香港的亞洲週刊爆出重磅的消息，徐湖平已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鄰居的採訪錄音就還原了全過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鄰居的錄音他就說12月22號的晚上10點，相關人員到達徐湖平位於後半山園5號的民國別墅，來了好幾輛公車，一直待到23號中午12點半左右。被帶走的前一晚徐湖平他們家的燈整整亮了一宿。鄰居還說以往徐湖平他們家極少開燈，這突如其來的燈，然後乍一看還亮了一整晚，就像那個鬼燈一樣。中午12點半的時候呢，徐湖平的夫婦被帶走，小保姆也跟上了，但是隨後小保姆又被攆下了車。挺細節的哈。所以徐湖平這個別墅它也引發了不小的關注啊。這是一棟民國的一個建築，距離南京博物院不到2公里。老胡步行上下班只需要半個小時，所以有網友就質疑說你憑院長的工資怎麼能住起這樣的一個豪宅呢？徐湖平他自己就解釋說這是我父親留下的遺產，不是我自己個人買的。而且還讓人比較關注的是就徐湖平他們家中的這個藏品，在他回憶南京博物院事件的這個視頻裡面，大家發現沒有，他身後的博古架上擺滿造型古樸的古瓷器，玉瓷器擺件，牆面上掛滿了裝裱精緻的名家字畫。還有人發現有什麼駱駝唐三彩，還有什麼各種什麼北宋的田白瓷等等，還有各種名家的手迹，部分字畫落款處還寫着湖平2字，顯然是專門定制或者收藏的珍品。而這個徐湖平此前在權威媒體面前還公開表態說自己從業多年，堅守3大底線：不收藏、不鑑定、不介入藏品的交易。所以我當院長當了27年，我從來不在民間買一件東西。
如今你看他家中滿墙的古董，遍地的珍玩，这個畫面曝光之後，這個言行明顯是不太一致哈。那你想這麼一位一邊住着民國的別墅啊，雖然這可能是他父親傳給他的，一邊呢家中這個堆滿古董，一邊說不收藏，一邊在6800元賣掉的江南春上簽字批准，這一切啊都讓老徐的各種辯解越來越站不住腳了。這一切啊都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啊。說到這個財產來源不明，早期那些人可真的很多人都跟文物有關。說到這兒，咱就不得不提一下李春平哈。這位曾經被譽為中國第一慈善家的神秘富豪，他是在2025年10月在北京的一家醫院去世的，終年76歲。在他去世的時候，據說他的財產也被身邊人各種瓜分一空哈。他的故事啊，幾乎就是以文物倒賣與財富洗白的一個教科書，可以說。李春平曾經聲稱，他自己的巨額財富來自一位好萊塢的女星的遺產，也就是說，他1980年去美國了，然後1989年和這位大他38歲的女星結婚，然後1990年女星去世，留給他大約70億人民幣的遺產，包括什麼畢加索和梵高的畫作、公司啊、房產啊、珠寶等等。但這個故事啊，漏洞百出啊！李春平說，在北京的時候，曾經和這位女星在西苑飯店的這個旋轉餐廳吃飯。但西苑飯店其實是在1984年才開業啊，但他1980年就出國了。他說這個女星給他辦了美國的綠卡，然後還跟他結婚，然後他們一起就生活了多年。但是李春平啊，基本不怎麼講英文，他基本就不會啊，然後又講一口地道的京片的，他如何在美國又跟這個女星啊生活了10多年呢？而且2個人怎麼交流情感呢？那個時候也沒有 OpenAI，也沒有 ChatGPT 啊，也不能實時翻譯啊。所以說他漏洞百出嘛。2002年啊，河北承德的一個特大盜竊走私文物案就爆發了。香港佳士得拍賣會出現了2件文物，一個是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另外一個就是乾隆的銀壇城，上面標有故宮博物院的“故”和“留平”字樣。經查呀，這些文物原藏於承德外八廟，是國家管藏的被盜文物。主犯是叫李海濤是承德外八廟管理處文保部的一個主任，利用職務之便長期盜竊管藏文物。那份起訴書指出2001年5月到11月，李海濤就將盜取的86件管藏文物，含3件1級文物和19件2級文物賣給了李春平。李海濤後來供稱李春平最初是以收藏研究為名購買的，後明知文物來源非法，仍持續交易，甚至威脅這個李海濤繼續提供高級別的文物，否則就告發他的罪行。2002年的12月，李春平被刑事拘留了。他承認從李海濤處購買了文物，但否認見過這個香港拍賣的這個國寶級文物拘留6天之後，警方以他患有嚴重疾病為由，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1年後解除候審。2004年的8月，李海濤被判處死刑，但李春平未被起訴。公安機關的這個解釋是李海濤和李春平的口供屬於1對1的這個口供，缺乏第三方的證據鏈無法形成完整這個證據鏈條。但承德市的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官說這個案件中的盜竊部分查實的比較清楚，而走私這一部分卻在查到李春平的時候就停滯下来了，線索在這兒就斷了到李春平那就斷了，就查不下去了。這李春平在古玩界綽號叫鬼子，被同行認為是真正的文物行家。這李春平其實他絕對是高手，智商也不低。他絕对不是說他在老年的時候呈現的那種狀態老年痴呆的狀態。他年輕的時候非常精明。北京古玩界的人都說這李春平10多歲就開始玩這種古玩了，出國前就已經是行家了，对鉴別什麼是文物那絕對是高手中的高手。他喜歡瓷器、佛像、青銅器、玉器，在古玩界屬于大哥级的人物。2015年的时候，李春平在南京正大拍賣會上就拿出了20件清宮珍藏進行拍賣，其中那個乾隆寶座以3200萬落槌。他說這個拍賣所得將全部用於慈善。但他同時有感慨說若干年前佳士得在國外拍過類似的寶座成交價有6、7千萬，就是現在意思就是3000多萬還是拍低了。那這張寶座他意思如果再收藏個2、3年再出手，那破億是沒問題的。他一直宣稱自己的財富來自於繼承嘛，是吧？繼承這個海外一位女星的一個財產然後平時也不懂人文物。那這麼一個所謂的不懂文物的人，怎麼能如此清楚的知道這個乾隆寶座的行情呢？
李春平的財富來源啊，至今可以說還是一個謎啊，沒有被完全的解開。但實際上，坊間的猜測已經有各種各樣，其中最主要就是來源於文物啊。他呢就通過這個好萊塢女星遺產的故事，成功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啊。很多人就分析啊，說他把這個文物走私的這個指控就淡化成了八卦新聞。這種操作手法，對於這些財富來源不明的人群中並不罕見。類似的案件還有不少啊。比如說，你看，還有湖北孝感雲夢縣博物館案，還有山東青州市博物館案，還有山西临汾考古队博物館內部人員监守自盜啊，這樣的案件是层出不窮。1994年，南京博物院保管员陳超盜竊了19件文物，賣了3萬多塊錢，最後被判处了死刑。在法庭上，這個陳超被禁止說出上面是誰啊，這個細節就讓人細思極恐，他背後到底是誰呢？而且我還想到一個細節哈，就是之前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寫到，他早年的時候呢，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时候，就是里面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不知道是某一个级别的人，就是说进去然後打開那些箱子，因為那個時候嘛，就是各項規定啊，肯定還不像現在這麼完善，也沒有裝攝像頭什麼的，所以很多當時故宮博物院的員工就進去關上門，然後說借欽點之名，然後打開箱子看裡面的各種各樣的文物，反正每次進去一個人，文物就會少幾件，每進去一個人，文物就少幾件，但是也沒有人去追查，也沒有人去查，就是那個時候各種這個條例也都不規範。說到這兒啊，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人物，就更早的就是南博的原院長姚謙。1984年11月8號，姚謙在辦公室自縊身亡。官方通報的罪名啊是剽竊未遂，但是紅學家馮其庸在《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中透露了一份另外的真相，就是他說啊，有些老幹部借了博物院的字畫不還，他非常頭疼。然後姚謙啊為此就多次催討，最後就得罪人了，被誣陷後選擇了自殺。姚謙之死啊，完成了某種規訓。就此後的幾十年，文博系統很少有人在類似的事情上太過較真兒。從1984年到2005年，可以說整整的41年，基本上是一片風平浪靜。這種平靜可以說不是沒有問題啊，而是因為沒人敢說問題啊。就在前2天的12月23號，國家文物局最終成立了工作組。省委省政府也成立了多個部門組成的調查組，對南京博物院受贈文物保管處置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深入調查，並依據調查結果對違法違規問題進行嚴肅處理。我們想追問一句，這可能是個例嗎？是不是應該徹查全國各大博物館？是不是應該將所有的藏品透明化公布在網上呢？哎，這個方案好，我覺得就應該每一個有個編號放到網上。沒錯，現在數據庫和網絡這麼發達，做這一步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透明化是一切管理的最好的方式。徐湖平家的燈被帶走前亮了一整夜，那是他們遲到的恐懼。郭李典舉報了17年，龐淑令女士從2014年開始維權打官司，媒體持續深度報道，輿論持續發酵。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最終才終於推開了那一扇緊閉的大門。這麼一個簡單的文物案件，居然要如此大的合力才能推開這扇大門，也是令人一聲嘆息。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